建议停止佩戴这东西，辐射超强，戴一天相当于做近100次胸片。2019年，北京青年报报道了一则大连海关查获旅客能量石的新闻。按照当时的报道来看，该旅客携带的能量石被检测出含有 112.4 μSV/Hr 当量的辐射值，达到了现场本底值的1000多倍。旅客说这是保平安的风水石，对人体有好处。不过，在海关的劝说之下，他也明白了能量石的危害，于是要求海关帮忙处理。这个新闻报道出来之后，网络上一度掀起了对能量石的批判，无数热心网友害怕有人继续被骗，不断在网上进行能量石骗局的科普。然而，今年3月，同样是大连海关又查到了一位携带能量石内衣的旅客，可见关于能量石的骗局并没有因为舆论而停息。能量骗局愈演愈烈。按照2019年北京青年报记者的调查，这些贩卖能量石的商家都打着治疗疾病的幌子，声称自己的石头具有活化细胞、溶脂解毒、治疗痛风等能力。此外，有的还宣传自己的能量石可以治疗肌肉风湿痛，甚至各种关节炎。能量石的形态也不止一种，有的石头是黑色的，有的石头是白色的，甚至有的还散发着银色光泽，被商家宣称为太空陨石。可见，能量石之所以如此火爆，一方面是百姓对于正确养生没有科学的概念，缺少相关知识，容易被骗；另一方面是聪明的商家拿捏了他们的恐惧。这些买能量石的人大多都有治不好的疾病，属于病急乱投医。商家的做法无疑是值得谴责的，如果仅仅是卖没有疗效的产品也就罢了，老百姓心里得个安慰，就当买个工艺品，乐呵乐呵就过去了。可偏偏能量石带有巨大的辐射，这种东西如果天天佩戴，不仅起不到保健作用，反而还会对身体产生损害。就拿2019年大连海关查获的能量石来说吧，一颗能量石被检测出来的辐射强度 112.4 μSV/Hr， 也就是说，只要佩戴它1个小时，当事人就能获得 112.4 的辐射量。如果连续佩戴1天，就是1124 μSV 的辐射量。可能大家对于这种辐射量没什么概念，举个例子就明白了。一般去医院拍 X 胸片，一次的辐射量是1 mSV 左右。根据1:1000的换算来看，连续拍摄1天，胸片大约有1000 mSV 的辐射量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佩戴此枚能量石1天，几乎等同于连续拍摄 X 胸片1天。按照一次拍胸片的时间短的10几分钟来看，意味着要连续拍上100次胸片。根据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当时采访放射化学领域专家的回答来看，这些剂量的放射足以提高致癌风险。辐射损害原因复杂。虽然说我们总能在生活中听到辐射的危害，可是关于辐射究竟如何对人类产生影响，知道的人并不多。关于辐射对人体的危害，其科普效果也就微乎其微了。因此，搞懂辐射损害人体的底层逻辑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。辐射其实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，自然界只要温度在绝对0度以上的物质都在散发辐射，人类生存在地球上也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着辐射。辐射本质是一种以电磁波或者粒子形式产生向外传送的能量。如果按照辐射能量的高低以及电离物质的分类，辐射可以被分为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2种。通常来说，人们畏惧的辐射，例如医院 CORT 室内的辐射，都是电离辐射。非电离辐射对人的危害性通常不大。先说非电离辐射，非电离辐射能量较低，频率也低，太阳光就是非电离辐射的一种。这种辐射对人体产生负面影响的方式，主要是热效应，就好比长期暴晒在炎热的阳光之下，人会被晒脱皮。这种低频辐射可防可控不可怕，只要感觉到环境温度发生了变化，离开便是，对人类很难造成直接影响。至于低频辐射的间接影响，例如有人说手机和电脑的无线电波也会对人体造成影响，但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明的相关研究，因此依旧可以说非电离辐射对人的影响不大。至于电离辐射对人类的危害性可就大了。电离辐射波长很短，但频率和能量双高。如果人类长期待在这样的辐射场中，里面诸如 X 和 Gamma 之类的射线会穿透人体皮肤，
进入细胞当中，从原子和分子层面对细胞产生损害。具体来说，电离辐射射线会直接作用到细胞活性大分子当中，包括脱氧核糖核酸、核糖核酸以及蛋白质等等。在辐射射线的影响下，这些大分子会被电离激发或者化学键断裂。学过生物的都知道，人类的一切生理活动都围绕于细胞分裂进行。人体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新陈代谢，也就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细胞分裂。而细胞分裂本身需要 RNA 做模板，这样才能保证细胞分裂不混乱不出错。但有的细胞在分裂过程中参考模板出了错误，导致 DNA 设定的关于细胞分裂次数限制的编码没有写入到新产生的细胞中去。这些细胞在之后的日子里会不断疯狂分裂，抢夺宿主能量，直到宿主死亡。这种疾病也被人类称之为癌症。电离辐射中强大的辐射射线可以直接改变蛋白质的形状，等同于对细胞进行破坏。如果细胞仅仅是受到损害也就罢了，大不了再生成一些新的。但要命的是，辐射射线还会修改细胞关于分裂次数的编码。在大量的辐射射线照射下，难免有细胞被删除分裂次数编码。没了 DNA 程序的限制，细胞分裂便又会朝着无穷无尽的方向进行。这便是电离辐射会提高患癌症概率的由来。当然，辐射虽然危害很大，不过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不科学的。只要人类不长时间暴露在电离辐射场当中，问题都不大。就比如做一次 CT 检查，做一次 X 光检查，都不会对人造成太大的影响。但如果把一颗具有辐射的石头长期佩戴在身上，那就等同于天天置身于辐射场当中，长年累月的射线照射，细胞不想变异都难。所以为了健康着想，大家千万不要再去买所谓包治百病的能量石了。3. 擦亮眼睛，自我负责。既然了解了能量石的危害，想必大家肯定会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明知能量石是一个骗局，政府不去把它完全打击掉呢？这说起来其实是个哲学问题。确实，虽然网络上大家都在说能量石这不好那不好，但仍然有很多人愿意去购买能量石。如今随便打开一家电商平台，在搜索栏输入能量石，依旧能找到数不尽的店铺。但这并不能说明政府没有对骗子进行制裁。相反，如今能量石的骗局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了。不信你就点开这些卖能量石的商家，查看详情描述页面，不难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商家还敢宣传自己的能量石能包治百病了。如今还在卖能量石的商家，要么说自己是工艺品，要么啥也不说，功效让客户自己猜，客户觉得需要便会自己下单。所以，假如你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相关负责人，你会去封禁这些店铺吗？如果封禁，理由又是什么呢？你会发现，人家一不坑二不骗，就卖几块石头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你根本就没理由去封禁人家。就和保健品市场一样，前年315晚会，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了一份消费者满意数据。数据显示，在各类消费商品和服务品当中，消费者最不满意的就是保健类商品，不满意程度达到了 28.6%。去年315晚会又曝光了专门在直播间骗老人买神药的骗子，这不跟文章开头能量石骗局联系上了吗？报道天天有，骗局依旧多。骗局为什么多？不是因为政府没有监管，而是因为新的骗子完全可以让你找不到说他行骗的证据。骗子也是跟随市场不断进化的。更何况，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哲学问题？按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的观点，购买这些诸如能量石之类的保健产品的人，其实和烧香拜佛祈祷健康平安的人一样。如果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能量石是真的，那么同样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烧香拜佛真的有用。如果你要说能量石保健品是假的，因此不允许这些东西存在，你会发现道观、寺庙等等全都没有了存在的必要。你能这么说吗？你不能。所以我说，这是一个哲学问题。所谓哲学问题，可以理解为目前没有人能解决的问题。要想不被骗，与其让别人帮忙鉴别，最稳妥方式还是自己掌握足够的鉴别知识。结语，有人说世界非黑即白，其实说的不对，因为世界还有五颜六色的灰。
正如有想尽办法骗人的骗子和知识不够容易被骗的人之外，还有努力写文章防止大家被骗的人存在。如果遇到十字路口，想要做决定，却又不知道会不会被骗，不如放开眼界，找到那抹夹杂在黑白之间的灰，听听灰的建议，相信你会有更清晰的判断。